秋季不要犯错盆，盆景放盆要依据不同树种、不同生长状况、不同的种养环境进行。秋季晚冬，大多数树种会随着气温降低进入休眠期，盆景生长会随之减弱。放盆改变了盆景的生长方式，会造成一定的伤害，这就相当于种下山庄，根要重新生长，而且恢复到正常的生长状况时间会比较长，有的甚至无法恢复就进入了休眠期，这样盆景对低温的抵抗能力就减弱，放盆后很容易造成盆景枯萎。另一方面，秋季放盆终止了盆景的生长，不能汲取更多的养分，开春发芽后不能提供充足的养分维持它的生长，也很有可能产生肥芽。不同的树种有不同的生长特性，从放盆后到恢复正常的时间上看，不同的树种恢复和进入休眠期的时间都会有所不同。像罗汉松不耐寒，气温低于10度左右就会停止生长，进入休眠期的时间相对于其他树种要早一点。在一些地区，到10月份气温低于生长温度，从而使得放盆后的罗汉松没有充足的恢复生长时间。黄杨比较耐寒，但黄杨有无叶不发芽的特性，到10月底，黄杨基本停止生长，在这个时候放盆容易造成老叶脱落，尤其是放盆时进行了修剪，一旦修剪之后的老叶全部脱落，光秃的枝条经过冬季低温的伤害，很难发出春芽。除了树种的耐寒性和休眠期对秋季放盆的影响，像松树在秋季也不要进行放盆。松树不同于杂木，秋季的松树处于生长期，在这个时候放盆，针叶与根之间的供需平衡很容易被打破，而这种平衡是松树存活生长的关键，失去了平衡就等于失去了这棵松树。盆景放错盆不仅仅是出在季节的选择上，很多还是因对盆景放盆的作用和目标不够明确而造成的。对盆景放盆有2个误区，一是急于放盆，下山庄种养不到1年或刚买来的盆景就进行放盆，处在这个阶段的盆景根系正在生长，有的刚发出新根，在这个时候放盆会使根系停止生长，甚至嫩断了这些嫩根，造成新的伤害。尤其是像松树不适应在生长期放盆的，图一时满足，到头来自然是后悔。二是盆景生长不好，首先考虑的是放盆，把放盆看成是改善和拯救盆景生长的主要办法，而很少从盆景的树形、养护方法上找原因，这样就会造成错上加错，其结果同上面一样。盆景放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有2种情况。第一种，周期性正常放盆，像这种小盆景，每隔2到3年就进行一次放盆。随着盆景生长，根系过多，在盆中无法自由生长，新的须根很难萌发，加上浇水施肥，会使盆土呈碱性化，盆景的生长就会减弱。放盆剪掉过长的根，放上疏松透气的土壤，改善它的生长环境，使盆景恢复正常的生长。第二种，非正常的放盆，像盆底出现排水不畅，因积水施肥或者是病虫害产生了根，这样就必须对它进行放盆修根，剪掉烂根，重新放上盆土。像这种操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，放与不放都有风险。在盆景的养护过程中，除了这2种放盆方式，其他的放盆想法要多加考虑。正常的放盆要剪短老根，老根基本上没有吸收能力，有吸收作用的是从这些剪去的老根截面上长出来的新的须根，像这些根才能为盆景正常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。对老根的留长留短取决于盆景的造型需要，而不会因把根留长盆景就会生长好，这个概念一定搞清楚，这与舍和舍不得没有什么关系。根留的过长占据了盆景有限空间，反倒影响了须根的生长。沙质土加腐叶土是通用盆土，适合绝大多数盆景生长。
也可以采用像赤玉土、风化土之类的颗粒土，因为盆景的根在生长过程中是需要呼吸的，对盆土的要求是疏松透气、吸水性比较好，这是选择盆土首先要考虑的主要因素。沙漠盆景放盆的最佳季节在春季，要按照不同树种恢复生长时对气温的要求进行。像黄杨，气温回升到15度以上放盆是最佳的。金蛋子也可以在秋季放盆，但在春季放盆恢复最快，对树桩的伤害较小，甚至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结果。松树最好是在休眠期即将结束时放盆，即在芽头开始生长、萌发针叶的前1个月左右。我是山泉浓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评论区再见。